Hello，大家好，我是狮子鱼，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鱼儿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呢，这是一个以说话为主、观点分享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我们聊点什么呢？其实呢，就在上一期节目里，我回顾《花儿与少年》这档真人秀节目里许晴的表现的时候呢，已经聊到了今天的这个嘉宾。许晴绝对是一个好演员，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她就是那种感性的、感受型的那种人，就是说很在乎当下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一季的时候，她跟另外一个嘉宾了，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华晨宇花花，他当时也说过这个话，就是说好像有种谈恋爱或者说特别惺惺相惜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吗？特别巧合的一点是，就在我上一个视频上传没有多久之后呢，网上就爆出了华晨宇的一个惊天的大的消息，那也就是华晨宇竟然和另外一个歌手张碧晨有过一段情。张碧晨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然后决定独自生下这个女儿。那在随后呢，华晨宇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决定呢跟张碧晨在没有婚姻状况的条件下共同抚养这个女儿。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真的信息量太大了，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好过，然后整个事情的展开呢，真的像电影情节一样，特别的梦幻，特别的不可思议，但是它就真真实实发生了。而且另外一点呢，华晨宇作为我特别欣赏的一个歌手，也是90后的一个特别正面的一个代表。我一直就想聊他的这个成长经历跟成名的经历，所以今天呢，我就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回顾一下华晨宇的成名之路，我们来聊一下华晨宇一个巨星的诞生。其实，在我们回顾之前呢，我还是想多说几句关于这个华晨宇跟张碧晨未婚生子这件事情的我的一些看法了。就是我是觉得最理想的状况，那当然是先买票再上车，对吧？就是当然是要先结婚，然后再有下一步的计划。无论是你们想要孩子、不想要孩子，还是想要几个孩子，都是你们的选择，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其实我们也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生活里啊，处处充满惊喜和意外。就是有些事情它就不是在计划内的，或者是它就真真切切的发生了，而且是我们不可控的。那我首先想说一点，就是张碧晨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得知自己怀孕了，然后还决定把这个孩子要生下来，要抚养他，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勇气，因为她完全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堕胎。当然，堕胎这件事情也需要特别大的勇气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一个女性，这个平常可能就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可能就会有情绪上的波动，这更何况这个怀孕整个历程呢，对吧？但是呢，她整个的历程呢，完全是独自来完成的，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其实特别伟大、特别隐忍、特别坚强的一个女性。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华晨宇呢，当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还是决定说在没有婚姻的状况下和张碧晨共同抚养这个孩子。我是觉得说幼子无辜，而且孩子都是上天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我觉得他们能有这种担当，没有抛弃这个孩子，已经比我们最近听到的某个明星的一些特别奇葩的做法要强太多了，或者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欣慰。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呢，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正题，那也就是华晨宇的成长成名之路。那说到这个，他当时进入公众视野呢，我们就不得不回到2013年的夏天，也就是芒果台的著名的选秀节目之一快乐男声。其实，在快乐男声海选的时候呢，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华晨宇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特点，或者说真的是过人之处，就是他的艺术审美品味是很独特的，而且他是很彰显这种个性的。包括其实，在他现在的表演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当时的影子，只不过当时初选的时候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青涩的。来，我们来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初选的片段。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个前奏的旋律，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很熟悉的一个旋律，其实很特别的一首无字歌。
被打断了。其实我以前有一点孤僻，然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关了有半个多月，没有出过家门。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性格特点了，就是稍微有点孤僻啊，有点自闭，跟成长环境有关系。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首歌后面会很疯狂，但是你没有。前面给我听一下，来，请继续听你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尚雯婕是他的贵人呢？因为其实，在上一期节目里，我聊过这个概念，就是人跟人的种类、类型、类别是不一样的，有这个同类，有类同类。那尚雯婕在某种程度上跟华晨宇呢，真的是属于类同类。就是你看尚雯婕看华晨宇的那个眼光都是放光的，觉得找到了一个人才，找到了一个金子的这种状态。因为确实是在后面的交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跟尚雯婕就华晨宇跟尚雯婕是特别像的。然后呢，尚雯婕特别理解他，就是我们能感觉出来这两个人中间是有火花的，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这种感觉的。你会不会在创作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小时，然后一直到4-5个小时以后，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永远在写一个旋律，然后接下去写下去，然后一直写到特别兴奋，然后周边发生任何事情你都完全没有知觉，也不知道自己饿不饿，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千里马找到伯乐了。家里的摆设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你需要工作的一个钢琴和一个电脑。我也是这样的。真的。终于找到同类了。虽然我现在化的妆，但是我的内心应该和你很像。有点挑战大家当时的那个审美哈。你看后面有个转折，其实还是偏正向的这种旋律。你看，同样当时开头的旋律又出现了，我们一会儿还是会提到的。作为初选呢，大家的一个初印象，对你都不了解，然后你唱一个这个歌呢，真的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蔡国庆老师呢会说出这样的一个评价了，就是说不是天才就是蠢才。然后网上呢有很多人就是评价说这个华晨宇要感谢尚雯婕把他给捞回来，因为这个没有尚雯婕的力挺呢，可能华晨宇的晋级之路也不会这么顺利。但是我觉得是说感谢当然是要感谢了，但是我之前也说过了，其实尚雯婕跟华晨宇呢就属于同类或者类同类。其实要真说感谢的话，我觉得华晨宇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时代是有这个像尚雯婕这样的评委这种歌手的存在的。我们试想这个现在花花是90年代生人啊，但是我们把他往20年前倒，假如说他是一个70后，然后呢他2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是90年代，对吧？那他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们之前知道最有名的这个 CCTV 的这个青年歌手大奖赛，那底下坐的呢都是可能是像蔡老师这种评委。那大家听你这么唱，或者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太先锋的音乐的存在，或者大家的这个审美还停留在这个像蔡老师像可能李谷一老师那样风格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你这样的人可能真的是出不来，因为不符合一个大众审美。所以我是觉得说花花应该真的感谢这个时代的美好，是更包容的，更鼓励这个独特的音乐人创作人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片段呢，是来自于一个类似纪录片的一个电影。其实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只是最近为了讲花花讲华晨宇呢，我才知道说当时呢在快乐男声比赛的时候呢，同期有剧组就是拍他们这个比赛的状态跟记录他们的心情，然后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我就是我，也是其实是映射了当时华晨宇唱的那首歌我嘛，对吧？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然后呢，他这里面有一些片段，我觉得特别好的能体现出来华晨宇这个人的性格或者个性。我本来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以前其实一直在被束缚住。我喜欢躲在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没有人可以约束我。这也是可能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他说之前自己比较封闭或者比较孤僻的这种情形了，是对得上的。生命都是最自由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约束，一切的生命。他们可以静，可以动，很自由，自由的成长。我有很久没有出过家门，我需要一个那样的环境。所以其实我觉得花花的那种感知力呢，首先是可能是先天带的，就跟我们讲许晴一样，就是那种特别敏感的、特别感性的，就是特别对，包括他自己也说对一切的生命啊，就是有那种感知，有那种尊重，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他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歌手，就像许晴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一样，就是这种艺术相关的这种艺术创作是特别需要这种感知力的。而花花呢，就刚好他先天就自带这种特质，这样的话呢，再加上他一个人有这种空间跟时间，他能专注在音乐创作上面，所以我觉得跟他之后的这个成名啊，也就觉得就不意外了。再见，再见，好，再见。这个呢，其实是当时节目组给他们的一个福利，就是说让每个选手的父母可以邀请他们过来看他们在这个快乐男声这个住的地方啊，或者是怎么训练呀，跟他们有个交流。但当时呢，华晨宇的父母呢没有来。我们可以看一个微表情啊，当这个华晨宇跟这个叔叔阿姨再见以后，他的这个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来，先是挺灿烂的笑的，然后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失落呀？其实这个镜头特别完美的捕捉了这个失落感。还是能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比较心思比较重的一个孩子这样的，对吧？但是又同时呢，来掩饰他的这种失落感。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这里面他自述了他是父母分开了，然后跟爸爸一块生活。当我后来去决定接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就想说，活得随意一点。如果有一天我有小孩的话，我可能会用我爸教我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小孩，就是让他学会独立思考，不去告诉他太多东西。但是如果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拉他一把，但一定不会把他捧起来。这里我吐槽一下啊，可能我觉得他这种方式呢，可能适合于儿子，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女儿，可能还是应该更多的爱护吧，或者去更多的去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环境。而且我也相信华晨宇应该能成为特别好的父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晨宇的父亲怎么说啊。晨宇小时候很活泼，唱歌还可以，就是跳舞啊，女孩子喜欢嘛，伙伴又多嘛。因为我跟他母亲不是离婚嘛，孩子承受压力也很大，很压抑。晨宇跟着我确实受了不少委屈，他在学校家庭的有些事情哈，肯定也有些孩子肯定欺负他，跟别人说他是野孩子一样的嘛。7岁左右的时候，别人几个把他摁在地下肯定是打，
回来就哭嘛。他说：“爸爸，你们不管我。”就说我不管他，也怨我，因为我陪他的时间少。其实我觉得看到这儿呢，也不意外了，就是说他为什么当时会说他就是一个人在家，我觉得可能跟他这个父母之间的变化呀，就是有一定的关系，或者在小的时候呢，对他心理上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为什么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然后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而且他父亲呢，可能确实也没有跟他太亲近吧，至少就是像他父亲自己口述的那样子，所以也许我觉得他就是心里向往的是那种亲情，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关怀。你的声音可能遗传着你妈妈，你妈妈说话一定像这秀珠老师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声乐的辅导老师，笑开就说：“真的耶，我妈妈讲话很好听。”我觉得他最想要的是当他父亲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人爱的人。因为跟他母亲不是离婚嘛，这个对他有所打击。他这个自闭症就从那个时间开始压抑，很压抑。从小学到现在，一直没表演过，他也希望表演。其实这一点呢，也是会多少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个状况了。就是说，孩子应该还是都是希望被鼓励的、被爱的。但是，无论是这个他父亲的性格的这样的特点使然，还是说我们有些时候说中国人不善于表达爱，不愿意把爱说出来，是比较内敛的。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但我觉得肯定是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呢，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其实也是辩证来看的，在某种程度上，尤其像华晨宇在艺术创作上面就是一个加分项。我们一会儿再聊这件事情。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家，我却觉得家离我很远。从小他都不会夸我，我每次都考班上第1名，每次都考满分，他都不会表扬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在我1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新妈妈，直到我妹妹出生了，我爸爸就变得很开朗了，他会逗我妹妹笑啊，抱她玩啊，就是哄她那种。虽然我小时候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一点也不嫉妒她。我感觉我现在的童年又回来了。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华晨宇看到他爸什么时候特高兴啊？是他爸跟这个新的这个老婆，就是华晨宇的继母生了这个女儿的时候，看到他对那个女儿的这个关爱。当然华晨宇并没有什么，他还是一个挺善良的小孩，并没有什么说嫉妒啊或者吃味的这种状况。他是觉得说他终于看到他爸特开心了，看到他爸开心，替他爸觉得开心。这点其实让我都觉得我都看了稍微有点难过了。但是我是想说，就是有的时候也许他的这种成长的环境呢，就是反而适合就是他的一些艺术创作，就是因为你是有这种经历的，你是有那个阴暗面或者是那个负面的东西是在你心底的，没有受过伤害，可能你就没有一定的感知力，就是你不能轻而易举的说啊，我感同身受，你不会感同身受的，因为你没有受过那样的经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华晨宇的几首歌曲是跟他的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又不想说啊，我们要感谢挫折，随便这么随口说，你不觉得有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细抠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你不需要感谢挫折，因为你感不感谢挫折，如果你就是那个命运找上你的时候，或者挫折找上你的时候，你根本躲也躲不掉了，所以你不用感谢他。他如果要来的话，他就是会来。就像他的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父母离异，然后父亲对他呢，也许没有那么多鼓励，或者是有点疏忽他的那种感受。但我想表达是说，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应该感谢那个战胜挫折的你自己。就是因为我们也听到更多的例子是说，当然不一定是离婚这件事情了，就是人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挫折，那人就没过去嘛，没有挺过去，就向挫折妥协了，就是可能真的抑郁了，或者真的自杀了。所以我觉得
当你走过一段不好经历的时候，你应该感谢那个凤凰涅槃的你自己，浴火重生的你自己。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片段，是看他在学校里是什么状态。相比我在教室里面上课，我更喜欢待在琴房里面，我一个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后来让我愿意走出琴房的是我们学校一个教钢琴的姜老师，我们有时候都会喊姜老师喊姜妈。姜老师他说他要教我如何去跟别人交流，我说我不会。这个也是，其实我是觉得说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可能就是在学校也会表现出来比较孤独孤僻的这种方式，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因为他确实可能也是怕受伤害，就是一种保护壳比较重的人，然后也没有太多跟人有亲近关系的这种经历，所以呢可能是让人觉得就是稍微有点自我或者有点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我们之后回顾一些片段，包括他上节目的一些表现呢，他已经就是很打开自己了很多了，但是可能在一些负面情绪比较缠绕他的时候呢，难免的这种惯性的这种方式，就是孤独啊，稍微有点自闭的那种情绪可能又跑出来了。然后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聊。那后来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华晨宇呢，在这个快乐男声呢，就是以一种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方式，绽放了自己的才华和唱歌的能力。然后呢，在我看来是不意外的得到了这个快乐男声的冠军的头衔，然后从而呢正式的出道进入了演艺圈。那他另外一个事业的高峰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都没有看过这个节目，但是我觉得是他这个在磨练自己能力、技能，包括这种感情的输出的一个特别好的歌唱类的节目，叫先暂停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哈哈。那另外呢，其实我想简单聊一下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户口的制度了。其实也是因为了给孩子上户口这件事情呢，才不胫而走了。当然随后也得到了双方的证实。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在很多西方国家呢是根本没有户口的这个制度的，所以这个相对的技术上来讲呢，哪怕你不结婚，或者是没有分手，只是选择不结婚来共同抚养一个孩子呢，也是特别无可厚非的，或者是特别常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呢，我身边就听到了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我上一次理发的时候呢，给我理发的那个姐姐就是一个怀孕的一个女性。然后呢，我就问她一些情况，然后她就说她跟她男朋友刚刚搬到这边来，然后决定这个共同抚养这个孩子。其实我这个就是听到了一个例子，而且我知道这个尤其在西方社会，这是一特普遍的一件事情，因为确实没有户口的这种限制，就是你选择不结婚，然后生孩子、抚养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在美国呢，还有一种婚姻状况是叫普通法婚姻。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双方都没有领那张证，就是没有一个结婚证或者一个结婚执照这种官方的正式的一个文件证明你们的婚姻关系。但其实的这种关系呢，因为他们一块同居了多少年，有孩子，一块抚养孩子，就跟结婚在一起是等效的，所以这种关系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说到给孩子上户口这件事儿呢，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我们之前也反复提过的一个女性了，就是我们的金星姐。她呢，当时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呢，是先收养了3个孩子，然后才跟汉斯结的婚。但她当时呢，想给孩子换户口，为了这件事情真的也是费尽周折，最后得到了一个回馈，是说最有效的方式是，那就先跟汉斯离婚，然后把自己的婚姻状况恢复成单身。这样的话呢，这3个孩子呢，才能跟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份和要求来转换户口。派出所那个女的说的：“哟，金老师干嘛呀？”我说的：“我儿子要落户口，要上学了。”他说：“这个收养证失效了。”我说：“为什么？”我这收养证是以前办的。说的：“现在你嫁给了德国人，变成国际收养了，重新办证去。”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我全世界都知道我孩子在先，老公在后，这孩子是先收养，凭什么就说的现在要变成国际收养了？如果我要重新办这国际收养证的话，我3年都办不下来的。”派出所那户籍员看着我说的：“离婚呢？”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离婚呢，恢复到离婚单身，你就可以给孩子落户口了。我说你不开玩笑，他说我不开玩笑。我说你说实话，说真的。我当场打电话，我说汉斯，今天下班带着嘟嘟坐飞机到沈阳来。他说干什么？我说离婚。其实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当然户口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特色，这个无可厚非。只是有的时候可能如果更人性化一点呢，会更好一点。然后另外呢，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现在的这种老熟人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音乐总监呢是山河老师，也是在歌手里面这个节目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浪姐里面的这个评委或者导师阿肯老师，对吧？也是当时就是在快乐男声里面就给他们编舞的这个老师。另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片段是那个最后比赛的时候给欧豪伴舞的，大家看看是浪姐里的谁？是我们的李斯丹妮。所以让我觉得特逗，就是看见好多老熟人的这种感觉。